Hello，大家晚安，杨宗翰晚安，还有其他人，大家也晚安。今天是一个充实的、深度学习的一天。那晚上的话呢，我们主题是来看这个 Meep Nerf。那我的一位观众，他叫这个剑心黄，我不知道四声怎么念，他的名字我打在那个影片的标题上面。然后呢，我们上次讲那个 Meep Nerf 的论文讲完之后呢，他就发给我他写的这个程式码，然后他跟我说他的程式码得出来的效果并没有像论文一样那么好，然后他就问我说可能是哪里出错了，想要我帮忙看一下。对，所以我们晚上的话呢，都会来帮他看一下 code， 然后帮他修改，就是错误的地方把它修正，然后可能写的不是比较好懂的地方，因为我看了一下，大致看了一下，因为原本的作者 Meep Nerf 他也有公开他自己的 code， 就这个 John Barron 他是这个网站他也有公开他的 code， 但是原本的 code 写的也是一样，就是不是太好懂，因为毕竟就之前也说过，这种研究者他的本业不是写 code， 所以写的并不是很好懂。那原本的那个作者写完之后，那个黄建新，他大部分是从那边复制过来的，所以就是可读性也没有比较高，所以今天的话有机会的话，我会顺便把这个可读性把它提高一下，就是顺便解释一下，然后这边的这个操作是为什么这样做。好，然后对，那今天正式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个礼拜的行程。那我是今天才想到，就是心血来潮吧，就明天就是礼拜一，因为反正大家也放假嘛，台湾就那个劳动节补假，补在明天，所以我就明天的晚上会讲那个 Neural Scene Flow Fields 的论文，这边也给大家再预习一次。之前也有介绍过，就是把 Nerf 呢套用在这个移动的场景里面。那之前只有稍微解释过这个东西的存在。那明天的话会详细的解读一下他的论文。虽然我觉得他自己的作者已经讲解的算蛮好的了，就是他有在 CVPR 发表的一个那个影片，然后他还有这有点先破梗，但是对他还有跟另外一个研究者，也是台湾人林彦成，我不知道怎么念啦，但一个台湾的研究者，他们两个有访谈，然后拍成一个影片。那看这个影片的话，大家我觉得就可以学到很多他这个论文的内容，这样子。那明天的话就会解释这一篇论文，然后搭配我的程式码一起服用。对，因为我自己也有把它的 code 再重新实做一次，原本的其实也真的不太好懂，我总是一直要说。对，那明天的话会讲这个。好，然后接下来周间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可能有机会的话可以突发一些就是游戏之类的吧。那礼拜五的话会跟那个 Noli 之前也有跟他一起就是写那个城市冒险游戏，那上次写到一半，那礼拜五的话会把它写完，然后顺便再跟他聊一些他的研究的部分。那他聊天真的很有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天，然后写程式这样子。Hello Miss Coco， 安安，上好。然后礼拜六的话就是那个城市密室逃脱。这一次的话，上一次2个礼拜前那一次，就是我们玩了3关，那个关卡好像都比较简单，就是写程式，你只需要会那什么字串操作，你只要把一个字串，比如说 split 切成2个之类，然后判断左边等于什么，右边等于什么这样子。哦，好 ，Coco， 好，你好。然后不是明天，这个礼拜要玩的呢，根据他的那个官网上面写，可能会稍微困难一点，困难度大概中等这样子。对，我感觉
慢慢进入有趣的环节，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来看，就是那个程式密室逃脱就包含了写程式，然后也包含密室逃脱的一些探索解谜的要素，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那前言就讲到这里吧。那我们就开始来今天的主题，这个 MIP-NERF 的程式修改。OK， 那再复习一次这个 MIP-NERF 跟 NERF 它就是最中心思想的差别呢，就是 NERF 呢，它是一条射线出去，它是在上面取一些那怎么说离散的采样点，对，就是一点一点，然后把这些点呢就经过 positional encoding， 然后再经过那个神经网路之后，得到这一个点的它的颜色跟那个密度，然后再用这些所有点的颜色跟密度做一个 volume rendering， 得到最后这个像素的颜色。好，但是在 MIP-NERF 里面呢，他觉得这种一条射线，你只取通过一个像素中心射线的点，就是非常不公平。那他想到的解决方法是呢，比起一条射线怎么说？一个像素你只取一条射线，他这边的想法是你就可以取通过这个像素的所有的空间，就是一个视锥，然后他把这个视锥呢里面的所有点，比如说这个 T0 到 T1 之间，这是一个这叫什么圆柱，反正就是圆锥，你从中间切掉，然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锥台，那它是讲法是把这些锥台里面的所有点，就像左边一样，你有很多个这样子的点在这个 3D 空间里面，然后你把这些所有点都经过 positional encoding， 然后再把它做一个积分，就是有用到微积分的概念，那最后会得到一个叫做 integrated positional encoding 的东西。我再画一次好了。这边等一下那个 code 里面也会出现，这边先跟大家预习一下。NERF 的话就是一条射线，有点对。NERF 的话就是一条射线，然后取采样点嘛，这样子。然后 MIP-NERF 的话是一条射线，它是取一个圆柱，一个锥台这样子。那这个锥台里面呢，它是有很多个点在里面。那它是取这些所有点的 positional encoding 的期望值，就是 x 是属于这个集合里面，这个锥台的集合里面。比起左边这个 NERF 里面，它只是取一个点的 positional encoding， 它这边是取在这个锥台里面所有点它的 positional encoding 的期望值，就是一个积分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呢，它在论文里面把它叫做 IPE， 这个叫 PE， 就是 positional encoding。那 I 的意思就是 integrated， 就是积分过后的那个值的意思。好，那我们就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它的 code 的实现是怎么做的。当然，里面还有一些复杂的部分，我们会根据这个论文来一起说明。好，那一样我们就是 deep learning， 每次都复习一下吧，就3个步骤嘛。那一个是，等一下啊，卡住。第一个是 data， 然后第二个是 model， 那第3个是 loss。OK， 那今天的话，这个 data 会是什么呢？我们之前讲 NERF 的时候有讲到说，它的 data 就是一条射线，它的原点跟它的 direction 跟它的方向，就是因为我们要算出一条射线上它上面的这些采样点，那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原点的这个向量以及方向的向量，我们要有这2个东西才能计算出上面的这些采样点。所以呢，原本的 NERF 呢是包含了
包含了这2个东西，就是这个 origin 跟 direction。好，那在 MIP-NERV 里面又多了一个东西叫做radius R0。那这个东西代表是什么？这个东西代表的是每一个像素它的大小。对，就是比如说这个像素它的大小就是这一个半径，对，这样子。那实做的时候不是完全是半径，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它是做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 scale， 做了一个特殊的缩小放大这样子。那 R0 的话，基本的概念就是它是包含了一个像素它的大小是多少的这样子的一个资讯。所以呢，我们的 data 会有这3个部分，一个是那个射线的原点，一个是射线的方向，还有一个是这个通过这个像素它的半径是多少。那当然还有那个 RGB， 就是这个像素实际的颜色是多少，就这些。那这个的话是新增的跟 MIP 跟 NERV 不一样的地方。Hello， 樊佑明，晚安，你好。我们刚开始讲这个 MIP-NERV 的程式。好，那我们就来看它的 code 吧，就看它这个 data 写在哪里。我有稍微瞄过一下，它是放在这个 data sets 里面。那这边是复制我原本的，不知道本人哦，本人已经在了。剑心皇，你好哦，我刚才没有看到你的留言，抱歉。我这边首先有一个疑问，就是原本的那个 data set 它是只有一个 scale， 就是800乘800。那你这边写了一个 multi blender， 是做了很多个 scale， 很多个 scale。但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就是说，当然论文里面也有2种训练方法啦，一个是训练 multi scale 的，这里就原本论文里面，它为了要跟 NERV 做比较，它有3种不同的训练方式，一个是在单一个尺度，那一个是在多尺度上面训练。那我们如果只需要 MIP-NERV 的话，我们是不需要训练多尺度的。其实，如果我们只是想要看那个单尺度的结果的话，那个单尺度的，你这边有写吗？我看一下哦。你这边的那个名称叫 Multi Blender， 你看一下你是怎么生成那些 ray 的。论文有一个实验，对，但你单一个 scale 也是用这个档案吗？等一下，我先看你的这个构造，应该是你会先做一个 generate rays。load rendering 是什么呢？load rendering 是读取图片是吗？读取图片 ，OK。读取图片之后，下一步是 generate rays。generate rays 的话，就是把刚才说的那些 origin 啊 direction， 然后半径，然后 RGB 叫出来。你还没写单一的 scale。好。其实我觉得单一一个 scale。好，没关系，我们先读完你写的这个部分。fix to cam。好，先把那个
先把档案叫出来，那个资料的构造呢是像这样子，就是每一个场景它有 transform， 就是它里面包含的是那个图片的位置，还有 rotation， 哦不对，就是 transform matrix， 就是每一个图片的照相机的位置这样子。OK， 你这边的话是读取这个每一个像素的 UV， 然后 pixel direction， 好吧，这边的话应该，然后这边是你自己写的吗？还是从他那边复制过来的？如果是复制过来，这边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读取那个每一条射线它的原点啊、方向这些地方。然后，有一些我看不太懂的是这个 loss mode， 哦，是 loss 的那个 weight 吗？就是如果是多个尺度的话，那每一个尺度不一样嘛。每一个尺度的 loss 权重，因为我只有训练过单一尺度的，所以这部分我没有写过。好，然后下面的话是这个，这边的话就是在论文里的那个 radius， 就是。这边的话还没有到 radius， 其实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 dx。对，这边的 dx 呢，其实是就是我们看一张图片，对，一张图片是这样子嘛，就是有很多个像素，那它的那个 dx 呢，其实是。就是相邻的两个像素，它们之间，它们的中心点这个东西，这个 dx 是这两个像素之间的距离，而且是 3D 的距离，不是 2D 的距离。对，所以这样子的计算呢，是这边的计算是在计算说每两个相邻的像素之间它们的距离是多少。但最后一个的话，我当时看他的论文也不是论文，看他的实作也觉得很奇怪。他因为就是这边他取距离的话，如果是在比如说有4个像素好了，我把这边画好了。对，比如说有5个像素的话，那你如果每一个点跟它右边的那个点取距离的话，那你最右边的这一个点就没有右边那个，所以你没有办法计算出这个点的 dx。那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最后一个点取距离的方法是跟左边的这个点取，所以呢，最右边的那个点，我觉得这边应该不是-2到-1，因为-2到-1会变成是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就是说最后这一个点它的半径呢会变成是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这样子。那就想一想就觉得奇怪，但是事实上是没有差别的啦，因为在这个资料集里，这些像素都是正方形的，所以这些距离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写的方法就我感觉很奇怪，我觉得应该这样才是对的，但是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啦，应该是-1到0。好，然后最后一个地方，这个 radius 它计算的方法我也觉得蛮奇怪的。这个的话我有问过他，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说这边我们算到的 dx 是这样子的之间的距离吗？这个 dx， 那正常来说，如果我们要算这个像素的半径的话，那就很简单，不就2/dx 吗？对。但是他这边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操作，他是
对，这个东西是原本那个实作就是这样子写的，它是把 dx 乘以2再除以根号12。我看一下哦，论文中 table 对有一个是那样没错，有一个是 multi-scale train、multi-scale test， 对，那个 multi-scale 我都没有做，我只是想看一下单一 scale 有没有办法得到那种去掉锯齿化的结果而已。对，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直觉上来说应该是半径就是 dx 除以2，但是他在 code 里面做了一件比较我还没有完全理解的事情，就是他做了 dx 乘以2除以根号12。那如果你把这个化简的话，它是会等于 dx 除以根号3啦。根号3是 1.732， 所以这个实际跟我们直觉上的差不多。当然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他是这样子做，所以我有在他的 GitHub 的 issue 上面问他为什么是这样子。详细的解答我有点忘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吗 ？Question about the radius setting。对，也有人问他说为什么是2除以根号12去乘那个东西。他原本的回答是说，在0到1之间的这个 uniform 分布，它的那个这叫什么方差是1/12。那这个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不太合理。怎么说？因为它实际用一条射线，也不是随机用的。它的意思是说，就是一个像素是那从0到1之间嘛，一个像素的宽度，2D 的宽度是1，所以如果你在这里面取一个随机的点的话，那它这个随机的点，它的 x 方向的那个variance 会是1/12，这是从那个 uniform distribution 的数学运算得到的结果。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不太合理，因为我们每一次做这个 data 的时候，我们是固定这一个点就是通过中心的点，所以这里面没有任何随机的成分。如果你是在做 data 的时候，也是每一个 iteration 你的这个 ray 呢都是随机取其中一个点然后去做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还算合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实际上训练的时候，我们每一条射线是固定就通过中心点的，所以完全没有任何随机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解释我还是没有办法理解。对，然后我在这边问他，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我这样问他，然后他说最后的解释可能还是这个东西像是一个那个 hyperparameter 一样的东西。对，就像 hyperparameter 一样的东西，如果你设定刚好是2/dx 的话，可能实际就是如果你的 R0 设成2/dx 的话，那它的大小就是这样子嘛，这个一开始的那个圆的大小。那他是觉得说这样子可能有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 cover 到那个圆锥台里面所有的点，所以他想说，哦，那我们应该用一个比半径再大一点的值，可能效果会比较好，所以他实际上就选了一个这样子的值。那这个值呢，它写成是2根号12/2这样子。对，最后的解答应该就是他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 hyperparameter 来看待。对，那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2除以根号12这个神奇的东西的由来。那我个人是觉得你这边就直接除以2，应该结果也是差不多。好，那剩下的话应该这边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就是读取那个资料而已。那这边的话，我就先跳过。重点应该还是在 model 的地方。对，第一个部分这个 data 我们就大概先讲到这里。OK， 那接下来我们讲那个 model 的部分。Hello， 罗新勇、安安。对 ，model 的部分应该是这个论文里面最复杂的，它需要用到一些微积分的知识，微积分跟线性代数的知识。那对，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要取在一个锥台里面的所有点，它的 positional encoding 的期望值，这是它的中心思想。这个东西，这个式子，这个是我们最后要丢到神经网络里面的 input。好，那这个东西怎么计算呢？这个东西它有在论文里面做详细的计算，但我们这边就跳过那个计算。它最后计算出来会需要一些特殊的这个值。我们说，原本的 nerve 啊，它是每一个点呢，每一个点它的坐标是，比如说我们有原点跟 direction 的话，每个点的坐标就会是 O 加 TD。那这个 T 是看你这个点跟原点它的距离是多少。那距离是 T 的话，这边就是 O 加 TD 这样子。那在 MIP Nerve 里面呢，它是以不同的平面，比如说这个平面叫 T0， 那一样这个 T0是这个平面跟原点的距离，射线原点的距离这样子。然后 T1 是另外一个远端的这个切面跟射线原点的距离。好，我们有这两个东西，然后呢，我们也用同样的想法去计算出这个。因为它是要计算这里面所有点的分布，那所有点的分布呢，它是把它想象成是一个三维的高斯分布。那这三维的高斯分布呢，就有中心点，有这个中心点，那它是叫做 μt， 然后还有纵向的这个，就是射线方向的这个，那叫什么标准差，或者是叫 variance。就是会有这个 sigma t 平方，然后还有横向的这个就是跟像素平行的这个方向的一个标准差，那它把它叫做 sigma s 平方。对，那它首先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这个 mu 跟 sigma s、sigma t 用原本的这些参数 r0啊，然后这个 origin direction。然后还有切面的这个距离 T0、T1 把它表现出来。那这个部分的推导呢，是在论文里面有，在最后面给大家看一下就好。在最后面就是需要用到微积分，在这个第11页的 A 部分这里，它都有写。好，那它最后推导出来就计算方式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先来找一下在它的 code 里面这个部分在哪里吧。OK， 应该是在这个 models 里面，看一下哦。好，不是这个，MIP 吗 ？OK， 应该是在这里。OK， 应该是在这里。那我们来找一下，刚才那个，在这里，在这里。对，那刚才那个函数呢，它是叫 conical frustum to Gaussian 这个函数。那它是把一个那个锥台用一个高斯分布来做一个近似。那高斯分布就有刚才那3个参数，就是 μt， 然后sigma t 跟 sigma s。OK， 那这边总共会有这些不同的参数。我们有 direction， 就是每一条射线它的方向，然后还有
这两个切面的切面的距离 T0 跟 T1， 然后 base radius 就是 R0。 OK， 那还有其他的这个 diagonal 跟 stable，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好，那首先就是计算的部分，计算的部分就不难，就是把刚才那个东西就照抄过来就好。我们这边确认一下好了，它这边计算的话是需要用到，它另外定义这个 T mu 是2个加起来除以2，然后 half width 是 T0 T1 减 T0 除以2，然后他是说这样子计算的话会就是比较 stable， 就是计算的过程会比较稳定。这个原因我们等一下也会说明一下。那这个东西就照抄过来。那 mu 是这个是 half width 是这样子。那 T min 的话就是这个 mu t， 那 mu t 就是 T mu 加上这一串东西。这个如果是抄过来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啦。那我这边就先跳过这个部分，这里应该是对的。而且就是说这边应该也没有什么可以简化的地方。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简化的吗？好像也没有，顶多就是这个 3t mu 加上 t sigma 平方，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只计算一次，然后把它分别拿来用。但这个的话，加速的幅度应该也有限啦，毕竟这个并不是太难的一个计算。那我们就先让这个东西这样子就好。好，那它跟刚才这个 argument 里面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stable。那 stable 的这个函数呢，这个参数呢是来做什么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如果你按照那个微积分去把刚才那个东西积分出来，我们说刚才那个东西是根据这个圆锥体里面的这个高斯分布去把它积分出来的东西。那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积分出来的话，那你的那个式子呢，其实并不会长得像刚才那样漂亮。对，它会长得像，比如说其中一个项是长这样子，有4/r0的平方乘上3倍的 T1 5次方减 T0 5次方，然后下面是 T1 3次方减 T0 3次方。对，但是如果你这样子算的话，因为对，因为 T0 跟 T1 呢，它们实际是2个连续的平面，还有因为我们要在训练之前要把整个场景呢，就是压缩到-1到1之间，所以这个 T0 跟 T1 在经过压缩之后呢，它们2个之间的差值会变得非常小。那如果是2个非常接近的数字，你去做这样子的计算的话，那个出来的结果呢，它会就是变化非常大，这样子，就是计算的结果会很不稳定。对，所以他们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他们另外设了2个变数，一个是 T mu， 一个是 T sigma， 那分别是长这样。那如果用了这2个函数的话，用了这2个变数的话，原本的这些 sigma r、sigma t， 它就可以改写，用这个 T mu 跟 T sigma 去进行改写。那样子计算出来的结果会比较稳定，这样子。对，那就是这个 stable 的用意。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这个东西始终就等于 true 就好。对，那 false 的情况我们根本其实就不需要去考虑它。所以其实通常当然这个是个人的喜好，因为就是说，当我看完论文，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既然始终都是 true， 那我干嘛还要？对啊，他还说 setting this to false will cause catastrophic failure， 就是如果你把那个设成 false 的话，完全训练会爆炸。那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个，而且删掉还让我的 code 减少许多行。
所以我自己的话会喜欢把这种完全不会用到的东西，就眼不见为净，就是删掉就好。当然你也可以留着。对，反正这个不是今天的问题所在。好，那接下来这个部分是到第7个公式为止的结果。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对，我们要把这个高斯分布的3D 的分布把它算出来。那3D 的分布有刚才这些值，这些值是一些纯量。那我们要把它转成3D 的向量，那我们就计算这个，对，看这边能不能出题啊？这样不能出题算了，那我向量就用这个颜色好了。那我们μ 的话，3D 的那个高斯分布。论文中有说到要 normalize， 你说什么东西要 normalize？ 一整个 scene， 不对，我刚没事，对，应该是不用 normalize。我的意思是，如果场景太大的话，就是你在 Blender 里面是已经帮你用好了，所以不用。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大型的场景去做训练的话，是要 normalize 的。好，那我们这边计算3D 的这些参数，那 μ 等于 O 加上 t μ td， 就是刚才算出来的这个 μ t d。那这些我用蓝色写的是向量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 n 乘3，因为我们之后要计算都是用 batch 来做计算，所以这些 O 啊 D 啊这些东西，它的形状都是 b 乘以3这样子，就是我们用 batch 来考虑 ，OK。然后呢，这个 sigma 是这个 3D 的高斯分布它的这个标准差。那这个的话会等于 sigma t 平方乘上 ddt。我这边用括号把它括起来。这边的话会用到那个线性代数，所以可能第一次看的话会觉得有点复杂，我会慢慢跟大家说一下它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是 identity 减掉这个是identity 3减掉 ddt 除以 d 的平方，这样子。OK，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一样根据它的这个公式去把这个 μ 跟 sigma 算出来。那这个的话，应该是在你写的这里，对，应该是这个地方。对 ，Leave a Gaussian defined along array to 3D coordinates， 就是我们要把刚才的那些东西呢，把它变成3次元的高斯分布这样子。我们把这个形状都写一下好了。我们刚才这个 direction 呢是 b 乘以3，然后 t0、t1 是 float 没错 ，base radius 也是 float， 或者其实就对，就 float。然后这个 diagonal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是什么意思。那这个 t0、t1 其实也可以是 b 乘以1啦，那是 b 乘以1嘛，就是每一个 batch 它都有一个数字，应该是这样子才对。好，那我们这边的话，mean， 然后先看一下这边，它要算的是刚才这些值嘛，就是 μ 等于 O 加 μ td。那这边的话，它这边是没有 mean 是吧？它这边输入的地方还没有 O，
应该是最后会再把这个 O 加上去，所以我们这边只要算后面这个值就好了，就是 μt 乘上 d。那这边一样，我们可以用之前学过的这个 rearrange 这个函数。那我们这个 mean 呢就会等于我们刚刚说，我们这边也把它写详细一点好了，就是每一个 directions 它的每一个 input 它的那个形状是怎样。刚刚说 direction 是 b 乘以3，然后 t mean 因为是 μ0 加 μ1 除以2，所以形状跟 μ0 不是 μ0 t0 t1 是一样的。那 t var 也是一样， t var 跟 r var 都是 b 乘以1。对，这边的 t var 呢是这个sigma t， 然后 r var 是 sigma s。好，这边应该也是一样，这边是 b 乘以1，所以一个可能比较好的写法还是统一一下，就是看你的论文里面是怎么叫的，你这边就怎么叫。就是因为有时候我在看论文，他写的又跟 code 不一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烦躁。比如说这个地方，它明明是叫 μt， 不是叫 μt， 叫 t mu。那为什么这边不叫 t mu， 叫 t min 呢？我就会觉得很烦。比如说这个 t var， 它明明在论文里面叫做 sigma t。sigma t 平方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抱怨，但我们看得懂就好。好，我们回到这里来，我们刚刚说这个 direction 要把它跟这个t 乘在一起，然后要把它跟 t 乘在一起，然后输出一个 mu。t0 是 b 乘 n。等一下哦 ，t0 是 b 乘 n， 你讲的有道理啊。t0 是 b 乘 n，t0 是 b 乘 n。我想一下，你说的应该是对的，就是每一个 batch 总共会有 n 个，每一个 batch 会有 n 个 sample。那我们说取采样点总共会有 n 个，所以 t0 总共会有 n 个，是吧？所以这边的话是 b 乘以 n samples。那这个 base radius 呢 ？base radius 这个就是 float 而已嘛。不过 b 乘以1应该没错 ，base radius 的这个大小形状应该是这样子，因为就是每一条射线它都只有一个 radius 而已，每一条射线只有一开始的这个才叫 radius。那这个形状应该是这样子没错。好，那我就叫 n 好了 ，n 就是那个每一条射线上总共有几个采样点。好，那你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 n， 那这个也是 n， 这个也是 n。然后我们要把这个 direction 跟这个 mean 乘在一起的话，就是要把 direction 中间先加一个，先加一根轴，就是把第二个轴加在这里。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跟那个 t min 去相乘。那 t min 一样，我们要在最后一个地方加一根轴。那 t min 的话是 b 乘 n， 然后我们在最后一个地方再加一根轴。那这样乘起来的话，会是 b 乘 n 乘上3这样子。对，这边要记得一个反斜线。对，我是比较不喜欢用这种 non 的写法，
就是看久了会看错。对，用 rearrange 的话就一目了然，知道这个大小都是怎样的。好，然后它第二个计算的是，我们现在就已经计算完这个了，这个 μt 乘上 d。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计算的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要计算的是，它首先计算的是这个 d denominator， 就是在分母的这个 d 的这个长度的平方。那我这边也顺便把 MIPNERV 的 code 开出来，但我记得应该是跟这边完全一样的。那我还是确认一下。看起来是完全一样，那应该就没事。好，那 d norm denominator 是在下面那个东西。那如果我把它叫做 square， 虽然是一样的，但 denominator 这个字就好长，不太喜欢，就用 square。那它的计算方法呢就是它这边是 direction 的平方，然后把它加在一起，也是可以，因为我们每一个向量，如果你要计算它的长度的话，你就把它做平方，然后把它平方之后的那些数字加在一起。比如说，这样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比如说你一个向量是xyz 好了，你要算它的长度的平方的话，那你就是x 平方加 y 平方加 z 平方。那这个东西会是这个东西乘上它自己，然后再把数字全部加起来。所以呢，它这样子做也是可以的。但我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一样我们也可以用那个 inops 里面，它除了改变形状之外，它还可以做 reduce， 就是计算这种mean 啊或者是 sum 之类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做，就 reduce 这个 direction 的平方。那 direction 原本是 b 乘 c 嘛，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把它变成 b 乘以1。然后这边我们做 sum 这样子，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平方之后，我们第一个轴把它全部加起来，加完之后呢，不要把那个轴去掉，我们这边形状把它变成 b1 这样子。然后我们计算的方法是取和 ，OK， 那最后是加一个1负10，就是一个很小的数，是防止，因为我们最后要除以这个东西，就是加这个东西就可以防止它除以0。刚才我删掉什么？这个应该是你自己写的，应该这样子就可以。好，那接下来这个 diagonal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原本论文。对，这边还没有讲到，一下。这个比较复杂，这个地方是比较复杂，因为怎么说嘞？想一下这边要怎么说？因为我当时看这边也看了蛮久，它这个算是比较复杂。我看一下，我怕我讲错。OK， 好，我们从这边开始慢慢讲好了。就是我们先计算出这个 mu 跟 sigma，OK 吗？计算出这个 mu 跟 sigma 之后呢，那这些都是一些，这个 mu 是 b 乘3呐，然后这个 sigma 是mu 是 b 乘 n 乘3，sigma 是 b 乘 n 乘3乘3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其实跟原本的
原本的 positional encoding 也是非常像，原本是每一个点，一个3D 的点，我们把它丢到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里面。那这个结果我们之前也有说过，就是昨天或者是今天下午，我们有说过这个计算结果呢，它其实是可以用一个矩阵来表示出来的，就是我们定义一个矩阵，比如说 P， 然后它是这个1，我们现在有3次元的话就是111，然后222，然后444，一直到2的 n 次方，比如说2的9次方、2的9次方、2的9次方，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去把它乘上这个 transpose 去乘上 x，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去做 sin 跟 cos。我们今天下午实做的时候，或者是说昨天下午实做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就是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矩阵，然后呢，我们去把这个矩阵跟这个 x 相乘之后，然后再把它的 sin 跟 cos 取出来。对，大家如果忘记的话，可以复习一下昨天写的那个程式。今天我已经把它全部上传上去了，包含我们今天下午做的所有实验，我都丢在这个 release 里面了，大家可以去把它下载出来看一下。OK，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P 就是这个东西。对，我们有一个 P 这样子的矩阵，那它是在这个 train 里面我们定义的是，它是很多个对角矩阵，然后乘上2的某个次方，然后把它们全部叠在一起的一个矩阵。那有了这个矩阵之后呢，我们计算 positional encoding， 我现在很激动，念错。计算 positional encoding 就变得很简单，我们只要把 x 去乘上 p， 就是做矩阵的乘法，然后再把 sin 跟 cos 分别计算出来就结束了，这样子。那这边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了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有了这个 P 之后，我们计算 positional encoding 很简单。那这个 integrated positional encoding 呢，也是用相同的这个想法。那这时候呢，我们也同样会有一个 P 这个矩阵这边。但这时候的 P 呢就不太一样，因为它是根据这个3次元的矩阵在做运算，所以我们这个 x 的部分还是一样，是 p 乘以 mu。接下来我们定义完这个 p 之后，我们要计算这个 p 乘以 mu， 计算这个 p 乘以 mu， 那同时也要计算这个 p 乘以 sigma 乘以 p 的 transpose 这样子。对。是这边写的，然后最后的最后，这个东西是所有里面这些在这个锥台里面所有点它的 positional encoding 的一些函数，一些变量都存在这里面。那最后的最后，我们需要计算这个期望值，就是 x 在这个锥台的领域当中的这些数字，这个数字的期望值这样子。那这个数字的期望值呢，它也是一样，先帮你用简单的 sin cos 它把它算出来之后呢，它告诉你说，如果是矩阵的话，那它最后得出来的结果会是这样子，就是 sin 的mu gamma， 然后乘上exponential -1/2这个 sigma gamma 的 diagonal， 把这边写清楚一点。这边是我们的 mu gamma，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 sigma gamma。这个东西，就我们先计算，第一步是先计算这个，第二步是计算这个，怎么都擦不掉。对，第一步是计算上面，第二步是计算这个，那第三步才是计算最后的这个expectation
这个期望值。那期望值的计算呢，他说因为要计算这个一个向量它的那个不是一个向量，一个矩阵它的对角线，它会需要比较久的时间。让我看一下是这样子吗？sigma r 不是计算对角线太久，而是计算 sigma r 太久。对，大家可以看到说 sigma r 呢，它其实是一个 p 的话，我们刚刚说是一个跟我们之前写的一样，它是一个对，它是一个3乘以 f 的一个矩阵，就是看你的那个 positional encoding 总共有多少个频率，就会有多少个次元。所以呢，你的 p 呢其实是一个10乘3啊，它这边是相反，所以是比如说就是 f 乘3的一个矩阵。这个 p 的大小呢，它是一个 f 乘3。那比如说有XYZ 3个方向嘛，然后比如说我们又有10个频率的话，那 f 的话就会等于3乘上10，然后 sin 跟 cos 总共有2个，所以要乘以2，那总共会是60。所以 p 是一个60乘3的矩阵，然后 sigma 呢是一个3乘3的矩阵，所以这个下面这个东西呢就会变成是一个 f 乘3，然后再乘上3乘3，然后再乘上3乘以60， 3乘 f 的一个矩阵这样子。对，所以说他是说计算这个东西会变得比较复杂，应该说计算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他为了就是减少计算时间呢，他想到了一个简化的方式。那简化的方式是什么呢？简化的方式就是因为我们最后计算这个 expectation 期望值之后，我们最后需要的只是刚才那个矩阵它的对角线的部分，所以就是非对角线的地方，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用去算它。对，那如果根本不用去算它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从那个 positional encoding 当中取得，不是从 positional encoding， 直接从这个 sigma 当中取得它的对角矩阵这样子。对。那所以 diagonal 的 sigma r 呢，它是把它直接简化成这样子。那其中的每个 diagonal 的 sigma 又会是变成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只需要取对角的话，我们可以简化一些计算。当然，你要按照那个公式，就是直接算这个的话，我觉得也不是不行。毕竟这个也才60而已，所以应该也没有到太大。好，那我们再回来这个 code 这边吧。那首先我们就看，如果是 diagonal 的话，我们就直接计算这一串东西就可以。那这一串东西是怎么算的呢？这一串东西它是先算 equation 16，这是你自己的注解嘛 ？equation 16，对，它是先算这个 diagonal sigma 这个东西。那首先是 d 乘以 d，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 b 乘以3的一个正的一个向量，这个东西是 b 乘以3，我们也是一样，每一个这个变数我们都把它的形状标出来，然后接下来的话，no outer diag， 为什么要这样叫呢？它是原本就这样叫吗？就是看一下它的命名方式，好吧？它也是这样子叫的，好吧，都是这样子叫。那我们就按照它的叫法吧。那这个东西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后面这一串1减掉 d 平方除以刚才计算那个 square。Hello， 登山客你好，这个是在改。一个人写的，他在实做这个 MIP-NERF 这篇论文，然后他是说，
结果没有像论文的结果那么好，所以我在帮他看说哪里可能出错，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也把就是原本可能写的，原本这个 code 写的比较不明确的地方，再多加几个注解，然后用一些比较容易读懂的函数来写它，这样子。好，所以这边的话，右边这个应该是一减掉这个东西。那这个的话，它的形状会是 b 乘以1咯。看一下 d outer diag， 哦，还是 b 乘以3，对对，一减掉这个东西，所以是 b 乘以3。好，然后接下来要算的是这个 sigma t 平方。那 sigma t 平方是 t variance， 就是这个，然后再乘以 d outer diag， 刚才算的这个。那这个一样，我们要是bn 乘上 b3， 所以我们一样要把这些 rearrange 一下。那 rearrange 的方法其实就一样，我们把这个东西 rearrange 成 b1c， 然后 dvar 的话是 rearrange 成 bn1。对，那这样子乘出来的结果会是 b 乘 n 乘3。好，那这边这一项是第一项，就是左边这一个。那右边那一项也是一样的算法。那一样，我们就复制这个东西，哦，贴过来，然后把名称改一下，这个是 t no， 然后这个上面是 r。OK， 所以如果是 diagonal 的话，那这个 covariance 的 diagonal 就是这个东西呢，就会是这两个加在一起。对。OK， 那最后要算这个，它好像不是在这里算的。最后要算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的这些东西，这个频率我们要把它乘上去，但它乘的地方好像不是在这里。它这边只是回传了这个 mean， 就是这个东西跟刚才的那个东西。还没有 positional encoding 的那个频率进去。好，那这个 diagonal 的地方应该是就这样就可以了。那如果非 diagonal 的话，我们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算出来。那就是要算这一串东西。要算这一串东西，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把这一串再乘上 p，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 sigma 整个东西算出来。那这个算法的话，其实也不难啦。就我们先算这个 d 乘以 dt， 所以这边要注意一下，就是每一个向量、每一个矩阵它的大小是怎样。我们说 d 是3乘以1，应该说 batch 乘以3，但它是一个3乘以1的向量。如果单一个来看的话，所以这个 d 乘上 dt 它其实是3乘以1，然后再乘以1乘以3，所以最后出来会是3乘以3的一个矩阵这样子。好，那我们这边的话是有这边什么 none， 我们都把它改成这个 rearrange。那我们是要direction 乘以它的 transpose， 所以我们第一个的话是要在最后一个轴加上一个1的轴啊，第二个的话才是在第二个轴加上1这样子，这样子乘起来才会是 b 乘3乘3。就是像它的这个 comment 写的一样，这东西会是 b 乘3乘3。OK， 然后接下来的话要算右边这一串，右边这一串其实也是一样。那我们要先算一个 i 就是那个对角矩阵。那对角矩阵的话，这边就这样子 OK。然后 device 把它设成在跟那个direction 同样的一个设备，如果是 GPU 就是 GPU 这样子。
好，然后下面这个 no outer 的话呢，就会是这边 d 乘上 dt，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已经算过了，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不用再算一次啊，就 d outer， 然后再除以那个 d square， d norm square。当然我们要记得把这边就是再 rearrange 一次，因为它原本只是 b 乘以1。但是这个 d outer 是 b 乘3乘3，所以我们要再给它多一个轴。它原本是 b1， 然后我们要把它变成 b 乘1乘1，这样子才可以跟3乘3去做一个计算。好，然后 covariance， 对。那这边的话也是，其实就一模一样，但是我们就是把轴的部分再多加几个。对，原本这个 t variance 呢是 b 乘 n， 但我们现在要做一个 b 乘 n 乘3乘3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要给它多2个轴。那 d outer 的话就是 b 乘3乘3，然后我们要在第2个轴的地方把它新加一个。b x y， 然后变成 b 乘1乘 x y 这样子。对，那这样子出来的话会是，就像他写的一样，是 b 乘 n 乘3乘3。对，好，那这个 x y covariance 也是一模一样的写法，就这样子。然后把相对应的地方改一下，这个是 r， 然后这个是 no outer， 然后最后回传的就是 mean 跟cov， 我是刚刚把它删掉了是吗？对，对，那 cov 的话就是这2个加起来 ，t covariance 加上 xy covariance。OK， 终于把我们这个算完了。这个东西的话，如果是 diagonal 的话，我们是直接算那个 diagonal of sigma。那如果非 diagonal 的话，我们是算这一串东西。对对，就回传的这个不一样。那 mu 的话都一样，我们就回传后面这一项 mu t 乘上 d 这样子。好，那我们终于可以进入到下一个函数。下一个函数，这个我们已经看过，我们把它关起来。下一个函数在哪里嘞？下一个函数应该就是要计算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了。这个的话在哪里？应该不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啦 ，integrated positional encoding。所以我们就是要实际把这个 IPE， 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刚刚说过叫做 IPE， 我们要实际把这个东西算出来，用我们刚才的中途的计算结果。对，好，那这个的结果呢，就要根据这个 mu gamma、sigma gamma 去把它算出来。那这个的话也是会根据是否是 diagonal 会有所不一样。好，那如果是 diagonal 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如果是 diagonal 的话，我们刚才计算出来的这个 mean 啊，mean 跟这个 covariance， 我们会先把它存在一个地方，就是在 lift Gaussian 出来的这2个东西，这个 mean 跟 cov diag， 它是会回传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对，所以我们就先看这里 cov diag。OK。然后，如果是 diagonal 的话，我们要把 scales， scales 是那些频率，看一下哦。torch 点 tensor， 然后看一下它原本的实作是怎么做的。
integrated。等等哦，讲一下这边。我们是要算 mu gamma。这边思考一下。p 乘上 mu 之后是 mu gamma， 然后我们要算 sin mu gamma， 那我们就 p 乘上 mu 就好了。那 p 的话是这一串东西，那如果是 diagonal 的话，我们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只要144的 L 减1次方。这边的 scale 会是1到2的 L 减1次方，然后我们要算出来的是 mu gamma 跟 sigma， 或者是 diagonal sigma gamma。那 mu gamma 的话是 p 乘上 mu。p 乘上 mu， 是这样算的吗？我看一下。x 乘上 scale。等一下再 pass 进到那个里面。但它这边怎么不用 p 呀？它在下面这边用 p。好，那这边的话应该是这样子没错，我们就是因为它只要算对角的，所以我们这个矩阵的乘法就是单纯的向量再相乘就可以。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把这个 means 也 reduce 一下 ，rearrange 一下。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写 rearrange。means 原本是 b 乘 n 乘以3 b 乘 n 乘以 c。对，这个是mu， 然后我们把它变成 b 乘 n 乘1乘 c， 然后再乘以，我把它用2步好了。先第一步是这2个相乘。乘上 scales 也 rearrange 一下 scales， 这边设出来是 L， 对 L， 所以 L 的话，它是可以直接这样子是吧？它是直接可以这2个 L 乘1就可以相乘，那我这边就 L 乘以1，然后把它，应该说 L 把它变成 L 乘以1。OK， 那这个东西会变成就是 b 乘 L 乘3 b 乘 n 乘 L 乘3。那这个 L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频率，总共有几个？它在论文当中是以 L 来表示，那我们这边也用 L 来表示。好，然后之后再把这个东西 reshape， reshape 一下 ，reshape 成就是我们有 BNL、BNLC，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B 乘 N 乘以 L 乘 C 这样子。那这样做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在说的那个，我们把一个原本长度为3的向量，然后把它用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把它特征丰富化，最后会变成总共有 L 乘 C 个特征的这样子的一个向量。
对，就是想象的方式是这样子。比如说原本我只有 XYZ， 原本只有3个特征，然后经过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之后，我突然暴增了好多，可能有 L 个特征这样子。那这个 L 乘3啦，每一个轴都有 L 个特征。那这个 L 乘3呢，就是我们刚才那里面所得到的一个数字，这样子。原本只有3，然后经过 positional encoding 或这边的 IPE， 我们把它特征的数量加大化，是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方式。好，那 variance 的话也是一样，那 variance 的话就直接乘以它的平方，这样子。那我们这边一样，我也用2步来算好了。但是就是说，我现在到目前为止做的就只是把这些 none 啊什么的改掉而已，实际还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错误。而且等一下，这个 covariance 是这样子吗？covariance 也是 b 乘 n 乘3。哦，那没事，这是对的。covariance 也是 b 乘 n 乘3，然后把它弄多一个，然后再乘以 scale， 再乘以 scales 这样子 ，scales 的平方，然后 l 乘1。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 b 乘 n 乘 l 乘3，然后我们最后再把它 rearrange 变成这样子。对，他写的也没有错，就是我只是改了一下名字而已。OK， 那最后的话就得到这2个 b 乘 n 乘 3l 的东西。l 乘3。然后的特征这样子。好，那如果非对角的话，我们就要计算这个 p 乘 mu， 然后 p 乘 sigma 乘以 p 的 transpose 这样子的东西。那计算的方式也不难啦。那这边的 p 就是这边所谓的 basis， 那我把它叫做 p， 其实都可以。然后就是2的 i 次方乘上 torch i 就是一样是3乘3这样子。3乘3的那个对角矩阵。好，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把这个 p 跟 min 相乘。矩阵相乘的话，在 NumPy 里面，应该说 TensorFlow 也是一样 ，PyTorch 也是一样。应该说大部分的深度学习的框架都是一样，就是一个 at 就可以做出来。那这个做法呢，就是把2个矩阵相乘。那我们刚刚说这个 means 是 b 乘 n 乘3，然后 p 的话这样子做出来是3乘 3l。那所以这个东西会是 b 乘 n 乘 3l， 这个没有问题。好 ，y_var 的话就会是我们刚刚说是 p 乘上 sigma 乘以 p 的 transpose。等一下哦，它这边要算的是 diagonal。对 ，diagonal 的话又有更简易的算法，就是计算这个矩阵，计算比如说这个矩阵跟这个矩阵的 transpose 的相乘，然后再把它的每一个那个元素加起来就可以。这是算是一个小技巧，数学推导这边就懒得做了，那就直接看他的这边写的，就直接把这个 covariance 跟这个 basis 先乘起来，这个东西先乘起来，那这个东西会是一个注解一下好了 ，x covariance 乘上 basis， 它会是一个刚说 b 乘 n 乘3 ，b 乘 n 乘 3l 的东西。
那 b 乘 n 乘 3l， 然后我们再把它跟这个 b 乘 n 乘3， 3乘 3l， 等一下哦。covariance 是 b 乘 n 乘 3l， p 的话是3乘 3l。这样可以直接乘吗？是不是不行啊？那我先复原成刚才的形状。刚才形状跟这个是一样的，乘以 p， 然后x covariance 乘以 p， 然后再乘以 basis， 再乘以 p。我看一下它是怎么写的。它写法也是一样，但可以这样子直接写吗？等等，covariance 不对 ，covariance 是 b 乘3乘3，所以是这样子。对了，这样没错。但是这样可以直接乘吗？我有点不确定。那这个 means 它的形状是 b 乘 n 乘3，然后 covariance 的形状是 b 乘 n 乘3乘3。对，这边要注意一下。所以这个东西乘上 basis 的话，乘上 p 的话是 b 乘 n 乘3乘 3l。对，然后我们现在要把后面这两个次元跟 p 再做一次相乘。我在想这里要不要 rearrange 啊？我个人是感觉要，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再去乘上3乘 3l， 但实际这样乘应该是不行的吧？我们可以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就开一个 Jupyter Notebook， 或者是我们直接在这里面做就可以了，就直接 import torch， 然后我们 a 等于 torch 点 zeros， 比如说就10乘以20乘以3乘以30，然后 b 的话就等于 torch 点 zeros 的3乘以30。主要是我想知道这两个东西相乘可以吗？可以耶。如果这样子的话 ，c 的 shape 会是多少？10乘20乘30乘3乘30，所以这样子是可以直接乘的耶。好，那这样子这个东西就可以直接跟 p 做相乘。那相乘完之后 ，shape 也是一样。那我们要计算它的那个对角线，所以是把这个每3个它的向量这边把它去掉，所以我们要加的轴是这一根轴，也就是-2这一根轴。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用 reduce，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b 乘 n 乘以 c 乘以比如说就 l， 但这边的 l 要注意就已经变成是3乘以 l 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对于这个 c 这一根轴去做 reduce。所以我们最后 reduce 出来的结果会是这样子。对，那这边的结果会是 b 乘 n 乘以3l 这样子。然后 reduce 的方法是 sum。好，然后看到我们的朋友写了一个很搞笑的东西 ，sin y 加 0.5 派等于 cos。中国的学生脑子一定出现那句“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我不知道这一句耶。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你说 sin 跟 cosine 的那个变换吗？我就记得一个而已，就是
记得这个 sin 的就是2/π减 x 会等于 cosine x 这样子。那相反的也是一样 ，cosine 的2/π减 x 会等于 sin x。对，这个很有趣。那如果是照你这样写的话，你是 y 加上2/π嘛 ？y 加上2/π的话，那这个会等于 cosine 的负 y。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2/π加 y，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2/π减掉负 y。对，我都是这样子想的，就是加减啊，加减的我都把它想象成减的。对，2/π减掉负 y， 刚刚那个 y 加就变成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话会变成 cosine 负 y。然后 cosine 负 y 的话，因为 cosine 是一个偶函数，所以就会等于 cosine y 这样子。对，当然你这样子写也是对的。Hello， 空多，晚安，晚到了。对，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发现什么错误，我们刚才就把一些这个他写的地方，可能可读性再让它更好一点而已。对，好，不过你也可以来继续学习这个写程式的方法。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是计算完这个 y 跟 y variance 之后，我们要实际来计算这个 expectation， 就是这个 sin 的 mu gamma 乘以 exponential 负1/2的 diagonal 这个东西。好，那看这边在写什么啊？这个应该不用。看一下这边在写什么 ？expected sin， 这也是原本有的吗？它是把两个东西 concat 在一起 ，pass 到这个 expected sin 里面。我们看一下 expected sin。它有两个参数嘛，一个是 x， 一个是 x variance。我知道这个 expected sin 呢是 sin 函数，对，是这个啦，是 sin 函数它的期望值这一串东西，或者是3次元的话就是这一串东西。那它其实还有期望值之外，它也可以算出它的那个 variance。所以这个 expected sin 它其实回传的两个东西，它回传的是 mean 跟 variance， 但我们实际不会用到 variance， 我们只会用到 expectance，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不用算它，就是我们只需要算这个 mean 就好。那 mean 的话就是它这边写的嘛，就是 sin 乘上 exponential 负1/2的 diagonal， 那就是这边是 sin， 然后乘上负1/2，就负 0.5 乘以 diagonal 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出来的结果会是 b 乘 n 乘以3乘 l。这边是因为有 sin 跟 cosine， 那如果是 sin 的话是只有一个是这样子。那有 sin 跟 cosine 的话，就是再乘以2这样子。estimates the mean 这样子。好，那我们刚才这边的这个东西，在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算sin 跟 cosine 分别的期望值，它们只有差在第一个这个地方，就是 sin 变成 cosine， 然后再用我们刚才那个公式，就是 sin y。要变成 cosine y 的话，就把 y 再加上2/π这样子，所以这个 y 加上 0.5π 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把 sin 变成 cosine。对，那这个 dimension 是-1 ，OK。然后 y var， 因为 sin 跟 cosine 它们两个它的这个
variance 都是一样，就是 diagonal sigma gamma， 所以它是这样子写。这个乘以2的意思就是同样的东西有2个，或者你这样子写也是一样，这样子写也是一样。那乘以2也是一样。然后记住一个 list 乘以2，不是这个 list 的每一个元素乘以2，而是这个 list 里面的每一项都变成有2个，而且是就是加在它后面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刚才把那个 variance 的回传去掉了，所以我们这边不用这个括号0了。对，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看不懂我在做什么的话，可以发问，因为有些我是算是就是理所当然这样做，但大家可能如果跟不上的话，可以就是让我停下来讲解一下。好，那这样我们应该是把最难的部分写完了，就是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Integrated positional encoding 就是这一堆公式，我们终于把它改完了。OK，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 volume rendering 的部分，那就是怎么从这些里面你去得到这个像素的值。那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就是每一个点，我们现在是每一个点变成是一个锥台，那变成锥台之后做的操作还是不变，就是一个锥台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nerve 的一个采样点。那每一个锥台呢，我们都把它的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这个 IPE 呢丢到神经网路里面，得到这一个锥台它的所综合起来的那个颜色跟密度这样子。然后呢，最后我们再把所有锥台它们的颜色密度利用那个 volume rendering 把它计算出来，然后当做最后这个像素的颜色。那这个地方计算的部分会在 volume rendering 的地方。好，那 volume rendering 的地方，它跟原本的那个 nerve 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原本 nerve 的话是每一个采样点就一个值就好，但我们现在是每一个锥台呢会有2个，每一个锥台会有2个平面去把它包起来。所以如果假设我们原本 nerve 是比如说64个采样点的话，那原本就是设定64个 T 就可以。但如果我们在这个 MIP nerve 里面想要64个这个锥台的话，那我们 T 总共要有64加1等于65个，因为是每2个平面才会包一个锥台。所以比如说假设我要2个锥台，那我就要3个平面 T1 T0 T1 T2。那如果我要64个锥台呢，我总要64加1等于65个平面这样子。这是一个小小的差别。对，所以这边的话 volume rendering 的话这个是已经经过神经网路得到的结果。那这个 T sample 的地方，我们看到说这个 samples 的地方呢，它会是点数加1，就是因为2个平面才会围出一个锥台这样子。好，那计算这个 volume rendering 的方法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啦，就是它这边是计算中点，就是2个平面的中心点 T0 加 T1 除以2。OK， 那 interval， 然后还要算2个平面之间的距离。对 ，interval 是这2个平面之间的距离。等下这个图度是你写的吗？看一下哦。
好像也不是你写的欸。对啊，我们这边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Delta 等于 T interval，Delta 是 T interval 再乘上每一个向量，每一个射线它的向量的长度，所以是 Delta 是 T interval 再乘上每一个 direction 它的 norm 这样子。那这个 norm 的话 ，torch 还要 lean arg 嘛，不就 torch 点 norm 就好了吗？有这个东西吗？还有 torch 点 lean arg 吗？numpy 是那样没错，但是 torch 的话，我记得就 torch 点 norm 就好了。有这个东西吗？有好，那样应该也可以，但是就很简单，就 torch 点 norm 也是可以的。然后这边要乘上 direction 的话是 b 乘上3，那这个是 b 乘上 n。那其实我们这个不用这样子啊，我们就 torch 点 norm， 然后每一个取第一个轴的 norm， 然后我们 keep dims 等于 true 就可以了。然后这样是 b 乘 n 乘上 b 乘1，所以是 b 乘 n 没错。好，然后 density， OK， density 这样子，然后乘以 delta， 然后再用那个 positional 不是，现在反射性的念 positional encoding， 我们再用 volume rendering 的方法把那个颜色计算出来，就先算 alpha 是1减掉density 乘上 delta。等一下哦，看一下我原本的那个 MIP， 原本的 nerf 里面写的 volume rendering 是怎样的？哦，直接是 alpha， 哦，这个就是 alpha。然后 transmittance， alpha 乘以 transmittance，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应该是没错。OK。alpha 乘以 transmittance 就是所有的 weight， 然后这边再把它就是乘上去加起来。哇，每一个都改好麻烦哦。等一下，你还是这个还是一堆用 none 的。但我这边有点懒得改，因为就是之前那个 nerf 的时候我也帮他改过。就是不要这样子写啦，就是你一堆向量的东西乘在一起，你加 none 就很难看懂在做什么。但是这边计算的方式应该是对的，所以就是说这个程式应该是对的才对啊。然后我看到这边还没有发现你哪里有写错看到这边应该都是对的。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吧。这个 volume rendering 是把刚才那些锥台它的颜色都 render 都计算出来，然后用 volume rendering 计算最后那个像素的颜色，这边是没有问题。
那还有哪里可能会有问题啊？计算这个采样点的时候吗？那采样点也不难啊，就每个地方放一个采样点。这两个是一样。采样点的话，我们说总共有 n+1 个嘛。那 n+1 个放的方法其实也跟 nerf 一样，就是一开始就是等间距摆放，总共放，比如说有65个，那就是 n+1。然后也有一些 randomize 的部分，就是那个采样点可能会在一个范围里面随机前后动，但这样也没有错啊。我觉得你这边写的都没错。所以 JAX 的优化和 PyTorch 有什么区别 ？JAX 的优化应该，他们是说 JAX 好像比较快，在这个 nerf 上面，根据他们的那个 JAX nerf 来说。就是有一个东西叫 JAX nerf， 他们用 JAX 来实做这个 nerf， 然后他说，至少比 TensorFlow 还要快，在这个上面，那应该也是比 PyTorch 还要快啦。等一下，但我这边觉得你没有写错啊。然后 resample along race，resample 的话是在第一次一样，这个 MIP-NERF 里面也做了2次这个 sampling， 就是 coerce to find， 就是第一次先大概知道物体在哪里，然后知道物体在哪里之后，再在有物体的地方多摆放几个采样点。那这个函数叫 resample along race， 然后sample along race 这边的话，应该按照论文写的也没有错，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sorted piecewise constant PDF， 反正就是那个 importance sampling， 就是有一个函数有一个分布比较多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在多的地方多采几个采样点。这个函数应该复制过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真的，所以我还是没有发现哪里有错。等一下哦。那我们再看一下，等一下实际 rendering 是哪一个函数啊？实际 rendering 是 self 点 mip-nerf，self 点 mip-nerf 是一个 mip-nerf。randomized regularize 这个东西，然后 padding density activation， 感觉没有错啊。array shape 是空吗？还是 Frastal 嘛？哦，是空。实际 render 的是用这个，是用这个 MIP-NERF 这个 class， 然后它在 forward 的时候会把那些空。那些 frustum 那些锥台都叫出来，然后叫出来之后再一个一个 pass 到神经网路里面，然后去取得它的 RGB 跟 density 这样子。然后 density 的话会加一些 noise，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然后 RGB 的话会
就是 sigmoid 一下，然后做一些调整，这个算是一些小技巧，应该没什么太大差别。然后 density 的话，会经过一个 ReLU， 在这边的话应该变成 soft plus 了，经过一个 soft plus， 然后再把这些结果去做 volume rendering。对，这样看起来也没错啊。我再仔细看一下内容哦。比如说128个点，然后总共有2次，这个2次是 coerce to find 2次 ，resample padding、sub resample gradient， disparity false cone 6 deck view、soft plus 0、-1 sigmoid。这边应该都跟论文的一模一样。Disable integration false and identity 这个应该不会用到。然后总共有8层，每一层256个神经元。这个又是什么 ？Depth condition 这是什么东西？Depth condition 是什么？The depth of the second part。这个东西哦。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应该没有太大影响哦。我知道的是那个 view direction 跟颜色那中间的层数。了解了解。Give index RGB density activation。这边应该也没错啊。对啊，就 RGB XYZ 进去，然后得到 RGB 跟 Sigma。这个就是 MLP。但 init 的话，我是觉得应该不用自己 init 啦，就它原本的 initialization 应该就可以，但也没差其实。这边是计算 dimension，OK。Sigmoid soft plus， 对啊，都对啊，那为什么？这个 MIP nerve 的神经网路看起来定义也是对的。那在训练的时候，learning rate decay。看起来也没事。那这个 data loader， n number images type。那 return 等于 self raise train randomized white background。mask 是 loss。这是计算每一条射线它的权重嘛，它的 loss 的权重。那因为现在没有，所以全部都是1。等一下，每一条射线它的权重。然后现在这样跳来跳去，可能观众看不懂我在干嘛。我现在在找这个 loss mode， 应该是
每一条射线它的权重是多少。然后再回来看这个 training 的地方 ，training 的地方 RGB 是这个刚 MIP-NRF 出来的最终结果嘛，出来是 RGB 跟距离跟那个 opacity， 那要计算 loss 的只有 RGB 的话是 sum remask 点 sum， 看起来也对啊。哦，因为有2层是吧？对 ，loss 这个东西会做2次，因为 return 的东西有2个，一个是 coerce 的 loss， 一个是 find 的 loss。然后我记得这边是 0.1， 你这个定义是在哪里啊 ？config 里面吗？我看一下 legal， 应该 loss 的那里是 0.1， 对的 0.1。然后 PSNR 是计算，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个也是。Validation mask， 这个我看起来都没事啊。等等，那这个 render image 只是做那个而已吧，只是做 visualization。那这个有用到吗？应该在 validation 的时候有用到一次。但我还是没有发现哪里有重大错误哎，看起来完全没有问题啊，还是hyperparameter feature dim 是什么？你这个 feature dim 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没有用到这个啊？看起来没有用到，那这个没有用到。activation review 这些都没有事啊。density noise 0应该也可以。一般 NERF 的训练是弄成1啦，这个 density noise， 但是用成0应该也没有问题。Goes through。worker multicam 完了，我觉得没有错这个 seed 是不是也没有用到啊？加建新环，我觉得你写的这个除了刚才那边就复制贴上过来，我跟大家讲解一下每一个是在干嘛之外，找错的部分好像没有找到明显的错。我看一下你的那个训练结果。训练结果是怎样？训练结果 training loss 这样，但是没有纵轴，我看不出来是好还是不好。但是的确跳动蛮大的还是在 data 生成的时候的问题啊。但看起来也没事啊，不就 RGB 吗？S 晚安，晚安。快结束了。
那看起来现在找不到问题在哪里。我觉得我可能还是要自己实际训练一次，就是改完之后实际训练一次。然后我先用单一个 scale 的吧，就是 single scale 去做训练，看一下到底好不好。要不然现在我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我觉得都没事。现在新华，你有觉得找到什么错误的地方吗？或者其他观众觉得哪边可能有一点怪怪之类的？我现在是没有发现。好吧，那我之后再把这个 code 拿去训练一下拿去训练我们的 Nerf 的那些场景，就先用 single scale 去训练一下，然后看一下结果是不是跟论文差不多。对，然后今天下午那个一些不同的 activation， 比如说高显啊、super 高显那些的话，我也会试着把它加到我之前写的那个 Nerf 里面。然后把原本 Nerf 那个 positional encoding 加 ReLU 的部分全部都改成高 CN activation， 然后看一下结果有没有比较好。对，大概是这样子。好吧，所以今天没有发现什么错误，就跟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 MIP Nerf 里面一些比较重要的式子，然后这些式子是怎么用程式把它实现的。大概是这样子，好吧，抱歉，黄建新今天没有办法完成你的梦想，没有办法发现哪里错，没有办法告诉你怎样变得更好。我之后再回去自己跑一下这个 training。对，我可能要跑比较久，因为一张800×800，然后又是 MIP Nerf， 然后现在只有一个 GPU， 没有办法太快跑完。哈哈哈哈，你也可以先写那个 single scale 的看看，我觉得先训练 single scale 的看看吧。就如果那个过了，就那个跟论文结果差不多，我们再考虑用 multi scale。对，好吧，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对，今天连讲了两个直播也有点累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欢迎大家提问。对，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明天讲解论文的时候再见。对，讲解论文的话，可能就比较多图片，比较多影片，大家会看得比较舒服一点。像今天都是在找 bug、找 code 哪里写的不好，看久了会有一点。有一点眼睛脱窗的感觉。好，那空豆感谢，晚安。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回去的话会再实际训练一次，然后今天下午的那个高线也会训练一次，然后再跟大家报告一下结果。那我们就明天下礼拜再见咯。好，今天就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就先这样子啦。蓝佑明辛苦了，晚安，大家也辛苦了。对，好，那我们就先这样子啦，拜拜。